加州街头，一辆伪装测试车频频现身，有力印证了特斯拉工程团队已成功完成了其售价低于$25,000的电动汽车平台的实车验证。这不仅是特斯拉的又一创举，更是对汽车成本结构传统认知的彻底变革。上周，代号2EY的原型车以量产级硬件配置曝光，其设计哲学在于剔除一切与车辆推进、安全或法规合规性无关的部件。例如，新车舍弃了全景玻璃车顶，取消了电动座椅调节功能，并采用了更为基础的织物内饰。这些看似缩水的设计，实则揭示了埃隆·马斯克的深远战略。特斯拉并非只在打造一款廉价版的现有车型，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全新的制造范式，将传统汽车行业中被视为豪华的配置视为效率的累赘。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隐藏在固件数据、部件设计及热管理系统中的精妙权衡，揭示特斯拉如何实现令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超高利润率。从轻量化车架到精简的内饰，再到重新设计的传动系统，每一个决策都标志着电动汽车经济学迎来关键的转折点。若您渴望获得法医般精准的洞察，而非道听途说，欢迎订阅与5000名数据洞察者同行。一、外观简化策略。一场制造革命而非简单的成本削减。EY 原型车在外部配置上的降级远非简单的成本控制那么片面，它展现了特斯拉如何为极致效率重塑车辆架构。举例而言，取消全景天窗不仅能节省数百美元的成本，更能使车身比配备全景玻璃的版本轻15至20公斤，同时有效降低车辆重心。对于预计搭载40至50千瓦时较小电池组的 Model 2而言，每1公斤的减重都意味着每千瓦时续航里程的显著提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理，舍弃前后全宽 LED 灯条不仅简化了制造复杂度，也降低了能耗。连续灯带通常比传统组件多消耗20至30瓦功率，以数千辆车为基准，这意味着在整体能效上可实现可观的提升，尤其对于目标能效为每千瓦时6至7公里，当前大型跨界车仅为每千瓦时4至5公里的车型来说至关重要。取消电动折叠后视镜和迎宾灯也与这一设计理念高度契合。这些看似微小的部件，实则增加了线束长度和寄生电流。通过系统简化，约可减重1至2公斤，并减少一个电子控制单元，从而优化车辆 C 总线负载。在 Model 2这类专为大规模量产设计的轻量化平台中，这些改进使特斯拉得以比EY 原型车更激进地优化空气动力学性。能与重量分布，传统车企普遍误解了特斯拉的意图，这并非单纯的成本削减，而是一场验证最低可行设计能否同时满足法规要求与消费者预期的极限测试。取消全景天窗并非出于美学考量，内部数据显示，采用金属车顶并优化隔热层后，仅需23%的成本即可实现同等座舱舒适度，而节省下来的成本则能直接投入固态电池化学的研发竞赛，这得益于特斯拉高效的热泵系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EY 原型车配备了主动格栅百叶窗，目标风阻系数低于 0.22， 这一目标通过 CFD 优化钢板冲压件实现，而非依赖昂贵的复合材料。作为参照，若采用传统制造工艺实现 0.21 的 CD 值，则需使用复合材料车身面板，每件成本会增加1800至2400美元。特斯拉的方案则依托计算流体动力学优化钢板冲压工艺，该技术在模具摊销后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即便是18英寸的锦湖轮胎也体现了精确的采购战略。其低滚动阻力配方可媲美 Lucid 车型上340美元的米其林轮胎，但通过特斯拉的规模效应，单价可压至95美元以下。综合来看，EY 成为 Model 2技术传承的验证平台，其车身设计旨在最小化风阻、寄生损耗及冗余重量，但 Model 2或许会更进一步缩短轴距，采用轻量化底盘材料，风阻系数或将逼近 0.21 至 0.22 区间。若要达成能以更小电池组保障续航的能效基准，特斯拉必须实现这些数值。二、内饰革新，削减豪华配置的同时，如何维持安全评级？若以EY为参考，特斯拉即将推出的 Model 2内饰将延续同样的精简基因。与现款 Model Y 相比，这种差异显著彰显了特斯拉力求简化的核心战略。固件记录显示，素食皮革座椅将被基础布艺内饰取代，全电动座椅调节功能则被单轴手动控制取代。这表明特斯拉愿意以部分舒适性配置为代价，换取更轻量化的车身和更低的成本。座舱设计延续极简主义 ，Model Y 配备织物或 Alcantara 材质的高级顶棚，而经济版则仅采用基础衬里。
Model Y 标配的通风座椅、加热座椅及加热方向盘在此均被取消 ，RGB 氛围灯系统同样被移除，仅保留基础照明。就连作为 Model Y 近期为乘客新增的后排8英寸显示屏也遭撤除，功能性配置也相应降级。后排座椅采用手动折叠而非电动折叠，音响系统从13个扬声器缩减至10个，中央扶手也从一体式设计改为更经济的2段式结构，集成杯架和电动后排座椅通风等便利配置同样缺席。这些差异进一步拉开了该版本与高端版本的差距。不过，并非所有配置都被舍弃，核心安全配置得以保留。两款车型均维持后视镜转向指示灯功能，彰显特斯拉仅在法规允许且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取舍。综合来看，这些调整强烈暗示 Model 2将继承更接近E-Y 而非 Model Y 的内饰理念，其核心在于耐用性与性价比，而非奢华感。对特斯拉而言，此次内饰重构绝非单纯的设计抉择。这是迄今最清晰的信号，那款承诺已久的大众化车型终于即将问世。特斯拉的策略简单却精妙，关注驾驶者的核心感知。研究表明，多数人通过方向盘座椅舒适度及仪表板质感来评判内饰品质，因此特斯拉保留了 Model SV 方向盘，制造成本仅$180，却能带来$800部件的质感。座椅采用记忆海绵面料，单价$42，远低于$87的速食皮革，但在行驶数百英里后触感并无差异。而每平方英尺$6.5的软触感仪表板被移除后，用户满意度未见下滑。音响系统从13个扬声器减至10个，但通过先进的心理声学调校，仅以61%的成本保留了 Model Y 94%的音质表现。车队测试员行驶超8000英里未收到任何投诉，这正是特斯拉在成本上做减法，而在体验上做乘法的铁证。即便如此 ，Model 2的质感依然远非廉价质感。行业拆解数据显示，内饰配置占整车制造成本的15%至20%，这意味着特斯拉的削减是战略性而非草率之举。通过移除电动座椅马达、环境照明模块及副驾驶屏幕，这些部件每台可节省$1200至$1800。特斯拉由此腾出预算，用于保留核心配置、先进气囊、结构强化件以及业界领先的安全电子系统。关键在于，特斯拉座舱始终位列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碰撞安全评级前5名，这一记录在 Model 2时代亦不会改变。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虽然内饰可能更倾向简约风格，采用织物而非真皮，手动而非电动，但仍能感受到精心设计的质感，兼具实用性与功能性，符合特斯拉以精确而非妥协著称的品牌声誉。3. 电机配置如何规避稀土供应链困境？围绕一平台泄露的系统数据强烈暗示，2026款 Model 2将推出后轮驱动与全轮驱动双版本，延续特斯拉高端车型的战略布局，但针对亲民化市场进行了调校。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及的特殊电机配置。业内人士认为，这指向全新开发的驱动单元，其优化重点在于成本控制与批量生产能力。若情况属实，特斯拉或将推出稀土永磁材料用量大幅减少的电机，较现款 Model Y 驱动单元有望降低20%至2%，15%的成本。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入门级单电机 Model 2可实现约180至200马力的输出功率，0至60英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控制在7.5至8.0秒区间，而双电机版本则有望突破280至300马力，同时将加速性能维持在6秒内，且不增加生产成本。特斯拉固件中出现的特殊电机配置，标志着该公司首次采用开关磁阻或混合磁阻感应电机。弗里蒙特提交的专利文件详述了该设计如何在去除淬磁铁的同时，保留了特斯拉现有电机92%的功率密度。鉴于 A 磁铁价格自2020年上涨340%，且中国掌控全球87%的精炼产能，此项变革通过采用多供应商硅钢与铜材，有效降低了制造成本，并分散了地缘政治风险，性能表现依然强劲。功率从258马力降至约190马力，但扭矩在2000至5000转非分钟区间得到优化，覆盖94%的日常驾驶需求。实际加速表现中，30至5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与 Model 3后驱版仅相差0.3秒。内华达州早期测试显示，每千瓦时能耗为每千6.9米瓦时，45千瓦时电池组的 EPA 续航里程约达310英里。远超雪佛兰 Bolt EUV 的247英里。尽管电池容量减少20%，悬架与轮毂配置的优化更清晰地展现了特斯拉的战略思路。
软件文件描述了简化的悬架系统搭配标准18英寸轮毂，这与现款 Model Y 标配的自适应悬架形成鲜明对比。此举表明特斯拉愿意牺牲部分可调性，以换取更高的耐久性和更优的成本效益。行业分析师估算，取消自适应悬架可使每辆车在零部件和装配环节节省800至1200美元，这是实现传闻已久的25000美元定价的关键举措。数据中另一处耐人寻味的表述提及，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TPMS 似乎缺失。尽管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特斯拉最大市场，该系统属于法定必备配置，但专家认为此项遗漏几乎可以确定是数据占位符或信息不完整所致。尽管如此，这仍凸显出特斯拉不遗余力地在法规允许范围内精简部件。综合来看，这些动力系统和配置选择表明 Model 2不仅是缩小版的 Model Y， 而是对特斯拉技术体系的系统性革新，旨在实现该公司前所未有的量产规模。你如何看待此事？若认为无稀土驱动系统是 Model 2最重要的技术突破，请评论电机。若认为简化悬架将成为损害长期可靠性的薄弱环节，请评论悬架。4. 车队优先架构助力特斯拉抢占890亿美元企业电动化市场。Model 2以车队为核心的架构设计将如何助力特斯拉争夺高达890亿美元的企业级电动化转型市场？泄露的恶意项目中长长的简化功能清单，昭示着特斯拉的明确目标。这款车旨在将特斯拉的入门价格压至最低，让更多用户从燃油车转向电动车成为现实。通过取消豪华内饰、简化零部件，并围绕成本效益重新设计传动系统，特斯拉正为打造一款普通驾驶者而非仅限早期用户真正负担得起的车型铺路。这是 Model 2不仅对注重预算的个人具有吸引力，更是大型车队运营的理想选择。出租车服务、租赁公司和配送运营商对全景玻璃车顶或 RGB 氛围灯等配置兴趣寥寥，反而更看重车辆能否提供低廉的运营成本、卓越的长期耐用性和极低的停机时间。多数分析师忽略的关键在于特斯拉精准契合车队采购周期。赫兹、Enterprise、安飞士等租赁巨头将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2月间敲定2026至2028年度合约。通过12月发布新车，特斯拉能恰逢其时提交经 EPA 认证的续航里程与每英里成本数据，这正是车队测算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关键节点。成本核算结果令人震惊， Model 2每英里能耗成本仅 3.2 美分，而丰田卡罗拉高达13美分。综合燃油与维护成本，每1万辆车每年可为运营商节省980万美元。对网约车司机而言，这种转变更为显著。燃油轿车的运营成本从每英里14至18美分降至 Model 2的 4.7 美分。以年行驶5万英里计算，每年可节省高达6600美元，使司机收入提升 34%， 这堪称市场格局的彻底重塑。与此同时，该战略与特斯拉加速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使命形成直接呼应。通过推出在购置成本和全生命周期拥有成本上均低于传统燃油车的产品，特斯拉成功切入全新用户群体及企业买家市场。这些群体原本可能选择比亚迪或大众更廉价的电动车型，特斯拉甚至配合此次产品发布，推出了专为车队运营商设计的全新壁挂式充电产品，彰显其战略布局的深度整合。虽然泄露的规格参数让我们清晰感知发展方向，但特斯拉尚未最终确定功能配置，这意味着在年底正式发布前细节仍可能调整。但 Model 2的战略意图清晰可见，将特斯拉从一个奢侈品牌转变为大众主流之选。作为首款面向大众市场的汽车， Model 2级软件定义功能、垂直整合供应链和结构化电池包设计于一身，以变动成本模式提供出行服务。竞争对手若不彻底放弃现有生产体系，便难以望其项背。当福特、通用和大众的入门级燃油车型在购置成本和运营经济性上双双失利时，经销商的售后部门将何去何从？当刹车维修成为历史，换油保养彻底消失时，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应对？这并非空穴来风的假设，而是 Model 2量产后18至24个月内，整个汽车行业将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挑战。这些在加州穿梭的原型车，并非在掩藏特斯拉的秘密，反而在无声地揭示着其他所有竞争者的脆弱之处。请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测试阶段即将结束，我们很快将迎来期待已久的平价车型问世。